变性人这一块，其实在泰国是很开放的，他们有类似于这种彩虹节啊，或者说在他们甚至说接下来法律都要承认这个东西了。那么其实在全世界，他这一类人并不是只有泰国有，那包括周围的国家，老挝、缅甸、越南、柬埔寨，难道我们中国没有吗？其实中国也很多，只是大家不知道。据我认识的中国的关于变性人这个，我就认识5、6个是中国的，是男生变成女生的，对吧？大家好，我是小胖啊。上一期我们做了个节目，就是关于泰国很大的误区啊，这个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是我发现我们的观众实在是太可爱了，然后他们私底下给我评论，给我留言，然后又说了我没有说到的一些奇葩的一些误区还有很多啊。那今天给大家再来举例啊，有很多网友真的很有意思。第一个应该是不穿内裤在泰国会被捕。这个还真的，大家可以去网上去搜一下这样的标题，一般那群博主是怎么写的？世界10大奇葩法律，关于泰国20条你所不知道的冷知识。还有就是大家知道吗？在泰国旅游不穿内裤出门是犯法的。这个网上大家去搜啊，这个都有啊，这个我截图放在这里给大家看。然后千真万确，已经有中国游客中招了，奉劝大家不要以身试法。中国游客太天真了，胆敢不穿内裤，泰国警察有20年的透视眼功能，一眼就能看出你有没有穿。这条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所以说我就拿来值得跟大家说一下啊。泰国的法律呢是这样的，它禁止他人在公共场合裸露身体，但是警察他也不是 X 光，他也不是透视的，他无法给你穿，就知道你穿了或没穿，他也不可能每个人过来把你的裤子拉开看一下，对吧？所以这种谣言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传出来的。你说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或者说比较有点捉风捕影的，那也算，对不对？那这个是完全无稽之谈。我目前我走过那么多国家，或者说我听到所有的那么多新闻，好像关于这方面的好像也不至于吧，哪怕在朝鲜好像也不大可能吧。所以这样的还有接下来还有什么？给大家读一下，就接下来还有就是，很多谣言说小费给的越多越好。其实泰国呢，它是这样的，很多人说泰国是个小费国家或者怎么样，其实泰国它本身不属于是个小费国家。那尤其像在芭提雅或者普吉、清迈、曼谷这样的旅游城市，因为西方人的进入，西方的游客多了以后呢，慢慢还养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小费的习惯。但这个小费它并不是强制的，不像很多国家它的小费都在账单的后面，它有个服务费啊或者怎么样。大家可能去过欧美国家。有很多的，他直接是把服务费、小费列在上面的，或者说他找的硬币不找了，这个只是一个，在泰国是属于一个，也不叫不成文的规定，你完全可以不给小费，小费是看你心情的。你今天觉得他服务好，那你给他20泰铢，给他个50泰铢，这个没问题。今天你不给小费，也不会冷眼相对，那反而有些人会说，哎，我上次没有给小费，他就瞪着我。那我说句不该说的，这个习惯也不是我们国人给的嘛。对吧？因为大家出来都给，导致你不给，好像就被你做错了一样。其实并不是这样，小费，大家从这个意思上就可以理解，就是今天我去做个马杀鸡，比如说200泰铢、300泰铢，哎，我做的还不错，我觉得那个大姐不容易，我给她20、50，这是我个人的心愿。我觉得她按的比其他大姐认真，或者说她对待我比较好，那我愿意给她，那是我的事情，对不对？那我不愿意给她，我觉得上她也不能说来骂我，或者说直接拦着不让我走，我觉得这个是不存在的。那这些的谣言起在于哪里呢？起在于就是跟团游会比较多一点，比如说跟团游他会安排一些行程，一些按摩啊，或者一些怎么样，那导游呢就会去跟客人说，哎，这个你们要给这个100小费啊，怎么样？那这个给100小费呢，其实对于导游来说，他可能多一事少一事，或者说旅行社的佣金会比较多，那么即使靠这100泰铢的小费，就本身可能商家就不给他了，或者怎么样，对吧？那是这样的一个流言一个传出来的。其实真正像我们这里，比如说我出去买个东西，比如说89铢，对吧？或者说92铢，那我给个100铢，那我那剩下8铢我不要找了，我不想硬币，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我经常有时候打车会遇到38铢，那我给他40铢，那我2铢我就不找了，因为这个硬币会比较重，这个是我觉得 OK 完全没有问题的，好吧？所以小费这个事情就给大家再说那么多。然后第三个就是泰国卖假药是死刑的，这句话呢也是出现于旅行团一般去这种蛇药馆啊会比较多，然后就会说，哎，泰国是没有假药的呀，泰国怎么样？其实任何地方它都会有一个假的一个存在，但泰国的法律来说呢，
也不是说卖个假药你一定就是判死刑了或怎么样。他呢是这么说的，在泰国的消费者保护法里面啊，相关药品它有一个规定的法律，这个法律呢是最吊销执照、罚款、监禁，然后最多是到死刑，就这个量是要很大很大，你可能批发走私的或者这么多，基本上也就是罚款了事。这个所以说在这里任何一个国家它都可能会有一个假的存在，我是不相信世界上有一方净土说我们国家是没有假冒伪劣产品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任何地方它都会遇到一个东西，所以大家去购物的时候，大家也要去区分，尽量去大的一个正规的店，一个品牌店，尽量少去这种路边店。甚至有很多的粉丝过来说，哎，我要去买那个果冻啊什么，就男性这个药，对，马路边是很多在卖，但这个药你敢吃吗？对，本身这个药说句不该说的，也不是一个对身体很好的东西，对吧？你真的要吃，我不拦着你，那你去正规的药店或正规渠道去购买，你不要在马路边随便找个摊购买，那到底买来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也不知道，对吧？这个所以我一直想跟大家说的，就是买药，尤其是进入口中的一些东西，我认为大家还是要到正规的一个场所去购买，对吧？后面呢，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是最有意思的。最有意思的是关于很多人到了泰国来嘛，这个也会关于一些变现的问题。变现的问题，其实我最早我也讲的很多了，就给大家再科普一下。这个包括有网友给我留言，也有关于变性人的，说这个变性人是不是因为家里穷啊，然后小时候就强行把人家抓去进行变性啊，怎么样？其实变性人它是有个历史的。原来呢，因为这里是属于一个美军的军港，很多的美国大兵呢会到这里来，所以说芭提雅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起来的，在越战的时候，然后呢，很多因为没有那么多女孩子，所以很多人家里面就会把自己的一个小孩，然后去变成女的去陪美国大兵，所以说在芭提雅有个另外一个称呼叫东方夏威夷，对不对？因为美国大兵就把这里比作他们美国的夏威夷。其实原来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发展到现在以后，基本上已经不大会有这个情况了。我在这里也会认识很多的 lady boy， 基本上是属于自己想变成女生，或者说心里自己住的一个小公主，对吧？他们是一个这样的情况。你说现在强迫的怎么样？我几乎是没有听到过，因为我身边的这类朋友也比较多，我也会去经常去问他们关于这些问题。我说怎么样？基本上属于自己想变的。所以说在泰国也不会说存在着强迫什么样的，而且更有一种留言是什么？泰国啥都没有，就一堆变性人骑着大象在打仗，就真的很搞笑，很搞笑，好吧？所以关于变性人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就变性寿命超短。超短是这样的，因为他们会服用很多的激素或者怎么样，所以在以前他们的寿命相对来偏短。但随着现在科技的进步、时代的进步，其实他们的寿命并没有像原来说的那么夸张，个40岁、50岁就没有了或怎么样。当然，作为一个变性人，如果说你要完全去变，是要不停的资金去投入的，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投入。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大家更多的到这里来还是一个尊重吧。所以我说了。关于 Lady Boy， 关于变性人这一块，其实在泰国是很开放的，他们有类似于这种彩虹节啊，或者说在他们甚至说接下来法律都要承认这个东西了。那么其实在全世界，他这一类人并不是只有泰国有，那包括周围的国家，老挝、缅甸、越南、柬埔寨，难道我们中国没有？其实中国也很多，只是大家不知道。据我认识的中国的关于变性人这个，我就认识5、6个是中国的，是男生变成女生的，对吧？只是大家身边人都有，但是在泰国这个地方，它已经是属于一个大家见怪不怪了。如果你在路上对着变成指点点，可能你身边泰国人都会跟你说，哎，这样不好，这样不好，这样你是不礼貌的。因为在他们眼里，这个是很正常的，包括男生喜欢男生，包括女生喜欢女生，包括一个男女一个怎么样，在他们眼里。就说这些事情是很正常的，所以我这次再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就关于这方面，我觉得大家不要抱着一个好像看西洋镜或者看动物园里的猴子一样，这个真没必要。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正常的看待。首先，他是不是变性人，他是不是喜欢男生，是个 gay， 跟你没有关系，对不对？你只要尊重就可以了啊。再接下来就是泰国人家门口有几个缸就有几个老婆。这个也是网上比较多的一个谣言。其实呢，在泰国人家门口，他是会放很多缸，有一些地方。但这个缸呢，我也去问过泰国人，这个最大是干嘛呢？是用来放垃圾的。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缸，其实它所垃圾分类，因为它缸要离地一些，因为怕有蚂蚁爬，你知道吧？所以他们会把那些垃圾啊，因为其实泰国垃圾分类做的也不错，他们会分类好以后放在这个外面的这个像类似于缸里面，上面还有个盖子的。然后呢，收垃圾的人就会来收。其实它就是一个垃圾桶。大家别想太多，它也不是说大家所说的储水啊干嘛的，因为他泰国人的家里面其实都有那种水箱，其实他门口的那个
应该说80%吧，那可能每个地区的习俗不一样。据我了解，它其实就是个垃圾桶，不代表说每一个家门口放了多少个缸就有多少个老婆，好吧？这个要给大家再说一下。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泰国入籍的这个问题，很多人在说外国人只要交了钱就可以办理泰国身份证。其实泰国是全世界那么多国家里面入籍，我觉得算比较困难的国家。在泰国入籍很难，一年好像也就几百来个名额吧，好像是500个还是多少这个名额。这个你除非你做出特别大的贡献，或者说特别有资本，那你才能申请到泰国国籍。泰国其实上它有3个身份证，一个是白色身份证，一个粉色身份证，一个是蓝色身份证。这个前面2个俗称就是难民证，对吧？那么是办不了护照的。那最后一个蓝色身份证，然后是可以那个的。所以说，一个外国人你想拥有一个蓝色身份证，不是说你到这里找个太妹结婚就可以了。就算今天你找了个人结婚，你明天也是办不到泰国身份证的。这个东西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泰国不是个移民国家，它不像欧美很多国家，你可能买了房子啊，或者说跟当地人结婚了，你就可以申请到他们的公民，申请到他们绿卡。泰国不是的，泰国就压根没有，包括绿卡都没有这个东西。哪怕你结婚了，也是每年要去续签的。有一个东西叫依亲签，就是依附你的亲人在这里的一个签证，也是每年要续一次的。这跟大家说好，这个就不是说一个泰国人，一个外国人到泰国就随便入籍，这个没有那么简单的。真正在一个外国人能入籍泰国，他说很多要求考核的。真正如果你发现一个外国人他拥有一个泰国户籍，那我只能说这个是吧，厉害。这个还有最搞笑的是什么？就是泰姬陵在曼谷的辉煌路。印度的泰姬陵大家知道，因为它的名字前面有个泰，所以很多人他就认为泰姬陵就是泰国的大皇宫，或者说在辉煌的象神庙附近。所以有很多网上这样的一个奇葩，说泰姬陵在曼谷的辉煌路，还有说这个在椰子树下，大家不光说要去看一下椰子树下的爱情啊，或者怎么样，说椰子树下大家戴好头盔，因为有很多猴子可能在上面拿着椰子往下砸游客，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哪里听来的，可能在某一些国家森林公园可能会存在这样的情况，但是在市区或者芭提雅应该没有，因为华富里我还没去过，因为像华富里就猴子比较多，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出现猴子袭击游客的事情，但是应该是会有的。但是这个在椰子树下戴头盔说猴子扔椰子杀人，这个我还真没听过啊。这个还有就是游客的手机不能调成震动，不然会被误以为非法成人用品。这个也很扯，好不好？这个也很扯。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原来或者说早个几十年前，可能手机刚出的时候没有震动功能的时候，那可能大家会，但也不会啊。那个时候可能也没有这个成人用品或怎么样，所以这种就是网上的一个段子，我也不知道大家为什么会列出来啊。还有这个最奇葩的，还有一个就是在泰国穿黑衣服啊会被打，因为人家会认为你是黑社会。这怎么办？小胖都是黑衣服，大家去看我视频，我视频上只买黑衣服，因为我人胖嘛，所以我都是穿着黑衣服的。然后说穿黑衣服就一定是黑社会，或者说有纹身的一定是黑社会，不是这样的。因为在泰国这个国家，他们会有很多的一个纹身，或者说经文会纹在身上，男男女女其实都会有，对吧？其实在我们国内可能是因为大环境的关系，或者说是因为以前电视剧上可能觉得纹身的都是一些黑社会的、混社会的，纹一条过肩龙的或怎么样，其实。随着这个社会开放，当然纹身这个东西看个人吧，我是比较怕疼啊。这个很多人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漂亮，但他纹了并不一定是个黑社会或者代表什么，只是在我们国内可能纹了身了，你不能考公务员啊、考编制啊或怎么样。其实这个东西呢，怎么说呢？更多的是因为大家用的中国人的思想来看待这个，而很多的泰国人，比如说看到你有满手臂的纹身，他们都会觉得哇好漂亮漂亮，他们就会是抱着一个欣赏、抱着一个称赞的一个角度来赞赏你的。包括我身边，我见大部分就是我有个朋友就是大花臂，第一次我见到他的时候，我也觉得哇黑社会啊，然后时间长了以后，我会发现他走在泰国，因为他时间待得长了，很多人就喜欢他纹身。你这个哪里纹的啊？你这个是什么图案？他们之间反而有了更多的一个话题的交流。因为在这里的话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就跟类似于你买了一双乔丹或者什么鞋子，对吧？人家走去，这双乔丹，这双乔几啊 ，AJ 啊，怎么？就大家会有一个话题。包括最近比较火的一个拉布布也是一个道理。你如果现在从国内过来，你有拉布布的，你身上背一个钥匙扣啊，或者书包上挂一个拉布布，你走在路上就会有妹子来跟你聊天，这个就是这么回事，好吧？所以很多的一个
网上的一个东西，一个网上一个搞笑的东西，我个人认为呢，它只是一个段子，明白吗？这种段子呢，我希望大家真的是稍微一点理性的去思考，因为很多人是没有出来过。因为据我了解，这个统计呢，就是我们13亿人口，对吧？真正有护照的可能就1.2个亿左右，真正出过国门呢，可能只有8000万。也不是说一定说建议大家来泰国或怎么样，因为泰国的确是起点是最低的，签证是最方便的，所以很多人有护照的第一站基本上都是泰国。那么大家出门走的时候，我希望大家用你们的眼睛去看待一下这个社会，而并不是很多网上你所看到的一些段子或者看到的新闻就是真的，对吧？因为这个很多东西它跟现实中跟大家说的不一样。我也在互联网上看到过很多，我说啊，我生活的地方难道不是泰国吗？我生活在这里为什么跟你们看到的都是不一样，对吧？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什么还有一个什么在出租车上放屁会死刑，对吧？就这种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列出来的。我觉得是一个稍微有一个成年人一个思考能力，我都觉得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看到一些东西很啼笑皆非，你说有一些东西，你说还真的能扣上一点边的或者怎么样，那你说被大家谣言误传啦，那还说得过去。但有些是完全不沾边的。就是人家门口放几个垃圾桶，你就说他们家有几个老婆，其实不是这样的。泰国它也是一夫一妻制的国家，它并不是你能娶很多个老婆，只是泰国这个国家它相对来说会有，不管男生女生会有很多的外遇啊或者怎么样，这是两说。我觉得国内也会出现这个情况，只是它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它比较开放，比较包容，它对这方面的事情不像我们国内可能这个环境会相对来说这方面啊会闭塞一点，人家的性教育也比较早。那可能像我们的话，现在可能好一点。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我记得到初中可能才有这个生理课，对吧？我不知道现在的小孩怎么样。这个相对来说，我们国家一谈什么谈性色变是吧？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当然这里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那句话，多出来走走。不管你去哪一个国家，我希望大家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而并不是看到一个谣言就是真的或者怎么样。对吧？那很多东西，我觉得每个人站在每个人的立场看到的东西，他的角度都不一样。也不是说小胖今天说的一定是对的，对吧？就是说你用自己的眼光去观察这个社会，看到是怎么样的，我认为就是怎么样的。用你自己的认知和判断，包括你的价值观来去判断这个事情。可能同样一件事情，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大家的观点不一样，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没有对错的。反而我觉得带一点脑子来思考，或者说带一点怎么说呢？带一点自己的想法去旅游，可能会更好一点，好吧？今天就随便瞎扯一下，这个你看环境也不错，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就是我住的公寓楼上，下面是泳池，夕阳还是蛮漂亮的啊。各位，拜拜。